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个陌生的场景，突然之间心里咯噔一下，一种强烈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来过这里，我见过这个画面，甚至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都好像提前知道了一样。这种感觉，科学上叫做似曾相识。科学家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大脑记忆的短暂混乱，还有人说是平行宇宙的短暂重叠，但没有一个解释能真正说清楚那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我们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时间是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河，一去不复返。过去的已经消失了，未来的还没有到来，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活在这条时间的河里，被它推着往前走，无能为力。但是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如果时间真的是这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前看到未来？为什么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什么那些有修行功夫的人能够预知未来，能够回忆起过去生的事情？答案其实很简单，只是我们不敢相信而已。你以为的过去并没有消失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你以为的未来也不是还没有到来，它们不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依次排列，等着你一个一个去经历，它们就在此时此刻，就在当下这一念，与你同时存在。你没有听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说法，也不是什么外道的邪见，这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是佛教各宗各派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说一切有部到华严宗共同认可的一个核心教义。今天我就把这个真相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我保证，只要你能耐心听完今天的内容，你过去所有的悔恨，所有的痛苦都会烟消云散，你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神秘时间体验，或者曾经被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焦虑所困扰，今天看到这里就是一个解脱的开始。请在评论区打出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为自己也为所有正在受苦的众生送上一份最真诚的祝福。今天的这个课题，很多人听到这里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昨天吃的饭今天已经消化了，我去年犯的错误今天还在承受后果，过去明明已经过去了，未来明明还没有到来，怎么会同时存在呢？各位，这就是我们凡夫最大的执着，也是我们最大的迷惑。我们被自己的感官欺骗了，被自己的大脑制造出来的幻觉困住了。我给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思想实验，你马上就会明白。现在，请你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可能会说，现在就是我说话的这一刻啊。但是，当你说出现在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过去，对不对？你永远无法抓住一个静止的现在，你刚一指认它，它就已经溜走了。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你说1秒钟之前是现在，那1秒钟之前的现在，现在在哪里呢？它消失了吗？如果它真的消失了，那你为什么还能记得它？如果它真的消失了，那它怎么会对现在产生影响？我们再往后推一点，你说1秒钟之后是未来，那1秒钟之后的未来现在在哪里呢？它还不存在吗？如果它真的不存在，那你为什么能预知它？如果它真的不存在，那你现在的行动又是为了什么呢？各位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过去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回忆，我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想象，而我们所说的现在其实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个没有厚度的虚幻的分界点。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是我们的大脑，
为了方便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幻觉。其实不只是佛教，现代物理学也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里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运动速度越快，时间流逝得越慢。当你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就会几乎停止。后来，物理学家们又提出了快宇宙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就像一块已经做好的蛋糕一样。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的流逝，只是我们的意识在这块蛋糕上移动的感觉而已。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说，哦，原来佛教的时间观和现代物理学是一样的啊。各位同修啊，我要告诉你们，不一样，而且差得很远很远。现代物理学只证明了时间的相对性，证明了时间不是绝对的。但是物理学依然认为时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维度，是宇宙的基本属性之一。而佛教比物理学走得更远，也更彻底。佛教直接指出，时间本身根本就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它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我们的分别心产生的一个虚妄的执着。这才是佛教时间观的真正核心，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其实，在佛教内部，不同的宗派对时间的本质也有不同的阐释。这些阐释就像一层层的阶梯，一步步地把我们引向最终的真相。最早系统的阐述时间观的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是佛教18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部派。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事物，它们的本质都是真实恒有的。三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作用的不同而已。过去的事物，它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现在的事物，它的作用正在显现；未来的事物，它的作用还没有升起。但是它们的法体都是一样真实存在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就像电影院里的胶片，所有的画面从电影的开头到结尾都同时存在于这卷胶片上。但是只有被放映机的灯光照亮的那一个画面，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其他的画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它们依然真实地存在于胶片上。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观点，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存在的字面意思了。但是这个观点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被龙树菩萨抓住，给了致命的一击。龙树菩萨在中论观世品里问，如果过去和未来都是实有的，那它们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过去的法体是实有的，那它就应该永远是过去，永远不会变成现在。如果未来的法体是实有的，那它就应该永远是未来，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我们所感知到的时间的流逝又是怎么回事呢？龙树菩萨用他无与伦比的智慧，彻底解构了时间的实体性。他告诉我们，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没有一个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必须依靠过去和未来才能成立。如果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现在又是什么呢？同样的，过去必须依靠现在才能被定义。我们说，过去指的就是现在之前的时间，如果没有现在，那过去也就不存在了。未来也是一样，我们说未来指的就是现在之后的时间，如果没有现在，那未来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龙树菩萨说，因过去未来故有现在，因现在故有过去和未来，这三者就像三根互相支撑却悬在空中的木棍一样，抽掉任何一根，另外两根也会立刻倒塌。它们只是互相依赖而假立的名言，没有一个具有独立实存的自性。龙树菩萨的这个见解
已经非常非常深刻了。但是啊，这还不是佛教时间观的最高境界。在佛教的所有宗派里，有一个宗派把同时存在的思想推向了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个宗派就是华严宗。华严宗的初祖杜顺和尚在《华严五教止观》里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概念：十世格法一成门。什么是十世呢？我们通常说的过去、现在、未来叫做三世，但是华严宗告诉我们，每一世当中又各自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比如说，过去世当中有过去的过去，有过去的现在，有过去的未来。同样的，现在世当中有现在的过去，有现在的现在，有现在的未来。未来世当中也有未来的过去，未来的现在，未来的未来。这样三三得九，就有了九世。而这九世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相互摄入、相互融通的。过去可以摄入现在和未来，现在可以摄入过去和未来，未来也可以摄入过去和现在。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就叫做总世，九世加总世，合起来就是十世。华严经里有一句话，我每次读起来都觉得震撼不已。这句话就是我于一念见三世。各位，这是什么境界啊？在证悟者的一念当中，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同时清晰地显现出来，无量无边的时间可以浓缩在一念之中，一念之中也可以展开无量无边的时间。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禅宗公案，你们就会明白了。这个公案出自《五灯会元》卷第5，是清源下四世头子大同禅师的开示。有一个僧人问禅师：师父，您在这山里住了30多年，到底见到了什么境界？头子大同禅师淡淡地说了7个字：鸭脚女子白头丝。那个僧人一听，当下大悟。你们听懂这7个字的意思了吗？什么是鸭脚女子白头丝？一个梳着鸭脚的小女孩，明明还是豆蔻年华，头发却已经白了。在我们凡夫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女孩要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才会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但是在禅师的境界里，这一切都同时存在。当你看到那个梳着鸭脚的小女孩时，她未来白发苍苍的样子，其实已经在当下这一刻显现出来了。过去的她、现在的她、未来的她，不是3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生命在不同时间点的显现。它们全部都同时存在于当下这一念之中。当你真正专注于当下这一念的时候，时间的界限就彻底消失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这一念的圆满。这就是一念万年，这就是十世同时。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是不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反正过去、未来、现在都已经存在了，那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了。各位啊，这是对佛教时间观最大的误解，也是最危险的误解。佛教所说的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存在，绝对不是宿命论。恰恰相反，它告诉我们，你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教所说的同时存在，不是物理学所说的那种物理上的同时存在，不是说所有的事件都像电影胶片一样已经固定在那里了，我们只是在依次观看。佛教所说的同时存在是缘起上的同时存在，是心识上的同时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不是3个互相分离的盒子，而是同一个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整体，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过去并没有消失，它就活在现在；未来也没有在遥远的地方等着你，它就孕育在现在。而现在就是过去和未来交汇的地方，是你唯一能够改变一切的地方。我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如何帮助我们解脱过去的悔恨。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可能是你年轻时说过的一句伤人的话，可能是你做错的一个选择，可能是你失去的一个人，可能是你犯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你时常在心里回放那个场景，骂自己，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如果当时我那么做就好了。各位同修，你们要知道啊，那个过去的事件早就已经结束了，那个伤害你的人早就已经不在了，那个犯错的你也早就已经不是现在的你了。但是他为什么还在伤害你？因为你每天都在当下这一刻用你的念头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你每想一次我当时真蠢，就是在当下这一刻重新体验一次那个羞愧、自责、痛苦的时刻。你不是在回忆过去的痛苦，你是在当下创造新的痛苦。过去的那个事件只伤害了你一次，但是你自己却用你的回忆伤害了你自己成千上万次。这就是佛陀所说的第二支箭的寓意。我在以前这期内容详细讲解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不仅在当下重新创造痛苦，你还在用你现在的痛苦去改变过去的意义。很多人以为过去是已经写死的剧本，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过去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固定的意义，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你现在如何对待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两个人同样在年轻的时候创业失败，欠了一大笔债。第一个人从此一蹶不振，他每天都活在悔恨当中。逢人就说，我当年要是不那么冲动就好了，我这辈子算是毁了。结果他一辈子都没有再站起来，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毁了自己的一生。而第二个人，他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重新振作起来。他努力工作，一点点还清了债务。10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当别人问起他当年的失败时，他笑着说，那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当年的失败，就没有今天的我。你看，同样的一个过去，在第一个人那里变成了一个永远的污点，一个沉重的枷锁，而在第二个人那里却变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一个成功的垫脚石。过去没有变，变的是现在的你。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过去的意义，这就是佛教时间观最伟大的地方。它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回到过去去改变什么，因为过去就活在现在。你现在的每一个善念，每一个善行，都在净化过去的业力，都在重新书写过去的意义。那么具体怎么做才能从过去的悔恨中解脱出来呢？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方法，叫做过去解脱3步法。第一步，按下暂停键。当你又开始沉浸在过去的悔恨中时，立刻在心里对自己说，停，那个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现在的悔恨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会伤害我自己。第二步，提取唯一的教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从这个事件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什么？记住，只能有一个，多了就是又在反刍痛苦了。把这个教训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告诉自己，好了，这个事件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第3步，用现在的行动重新定义过去。从现在开始，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当你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一个任务时，
当你又一次帮助了一个人时，你不是在弥补过去，你是在重新书写过去。过去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老师，是你的养分，是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必经之路。我们再来看看原始佛经怎么解读未来的焦虑。如果说过去的悔恨是在当下重新创造痛苦，那么未来的焦虑就是在当下预知痛苦。现在这个时代，焦虑的人太多了，年轻人焦虑学业，中年人焦虑工作和家庭，老年人焦虑健康和养老。我见过很多人，他们明明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快乐。他们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对未来的担忧上，结果他们既没有享受现在的生活，也没有办法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甚至他们用自己的焦虑亲手创造了那个他们最害怕的未来。这就是心念的可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我的这期内容。美国心理学家米歇尔·纽曼与同事拉弗伦尼尔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让51名实验对象把自己未来10天内所有担心的事情都写下来，之后在接下来30天里再继续追踪这些担心到底有没有发生。最终统计结果非常震撼，91.4%的担忧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只有约8.6%的担心成真。而在这成真的少数事件里，绝大多数实际结果都比当事人预想的要轻松，好解决得多。各位，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担心那些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多么愚蠢、多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来根本就不是已经写好的剧本，未来是由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一点点创造出来的。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2个人同样在35岁的时候遇到了公司裁员的危机。第一个人从此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当中，他每天都在担心，如果我被裁了怎么办？我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没还清，35岁了，再找工作太难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工作时心不在焉，接连犯了好几个错误，结果他真的被裁掉了。而第2个人，他也知道裁员的风险，但是他没有焦虑，他对自己说，担心也没有用，我能做的就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同时提升自己的技能。于是他更加努力的工作，把每一个项目都做到最好。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的技能，拓展自己的人脉。结果他不仅没有被裁掉，反而因为表现出色得到了晋升。各位同修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未来，在第1个人那里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而在第2个人那里却变成了一个成长的机会，一个新的开始。未来没有变，变的是现在的你，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样子。这就是佛教时间观最有力量的地方。它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跑到未来去预防什么，因为未来就孕育在现在。你现在的每一个努力，每一个付出，都在创造着美好的未来。那么具体怎么做才能从未来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呢？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叫做未来解脱3步法。第1步，同样是按下暂停键。当你又开始焦虑未来时，立刻在心里对自己说，停，那个未来还没有发生，我现在的焦虑并不能阻止任何事情，只会伤害我自己。第2步，把注意力从未来的结果转移到当下的行动上，不要去想我会不会被裁，而是去想我今天可以把哪件事做得更好。不要去想我未来会怎么样，而是去想我现在可以学哪一个新技能，把那个巨大的可怕的未来分解成一个个小的可以立即执行的任务。第3步，用现在的行动创造未来。
当你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任务时，你就不是在等待未来，而是在创造未来。未来那个从容、自信、成功的你，就是由现在这个认真、努力、专注的你一点点塑造出来的。各位，未来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希望，是你的方向，是你努力的意义所在。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说：“哦，我明白了。”佛教讲时间的虚幻性，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在当下，对吧？是的。但是99%的人都理解错了活在当下的真正含义。他们说，活在当下就是及时行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未来的不要去想它。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还有人说，活在当下就是什么都不想，清空你的大脑，不要有任何念头，只感受当下的呼吸，当下的感受。各位同修啊，这不是活在当下，这是逃避现实，是麻木不仁，是动物式的生存。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是否定过去，也不是否定未来，而是同时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里。真正的活在当下，是带着过去的智慧，怀着未来的希望，专注于现在的行动。它不是让你忘记过去，而是让你从过去的悔恨中解脱出来，把过去变成你的智慧和力量。它不是让你不想未来，而是让你从未来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把未来变成你的方向和动力。它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而是让你不要被过去和未来的念头带走，把你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当下这一念的行动中。真正的活在当下是什么样？我再举个例子，当你煮面的时候，你不需要后悔刚才水烧得太慢，也不需要焦虑等下面会不会不好吃。你只需要专注于当下，看着锅里的面条，适时的打鸡蛋，放调料，掌握好火候。但是在你专注于当下的同时，你也记得过去的经验，上次煮面煮太久了，面条烂了，所以这次要注意时间。你也想着未来的结果，我要煮一碗美味的面，让自己吃得开心。这就是真正的活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于你煮面的这一念当中，它们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各位同修啊，当你真正活在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消失了。当你专注于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当你专注于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这就是永恒，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的境界。很多人以为涅槃是死后才能到达的地方，其实不是，涅槃就在当下。当你真正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涅槃里了。今天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在圣义谛的层面，过去、未来、现在同时存在，时间本身是虚妄的；在世俗谛的层面，因果丝毫不爽，时间的秩序是真实的。这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不能因为时间的虚妄性就否定因果，陷入虚无主义和宿命论，认为反正一切都是注定的，我什么都不用做了。这是断见，是佛教坚决反对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因果的真实性就执着于时间，陷入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焦虑当中，认为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未来的只能被动接受。这是常见，也是佛教坚决反对的。佛教讲时间的本质，不是为了让我们搞懂一个哲学理论，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什么神通，而是为了让我们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会教会我们一切，但是时间也是最残忍的骗子，它会偷走我们所有的快乐，让我们活在无尽的悔恨和焦虑当中。而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不要做时间的奴隶。我们要明白，过去并没有消失，它就活在现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悔恨过去，只需要从过去中吸取教训，用现在的行动重新定义过去。我们要明白，未来也没有在遥远的地方等着我们，它就孕育在现在。所以我们不需要焦虑未来，只需要用现在的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明白，真正存在的只有当下这一刻，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相遇。人生很短，不过是一念之间。一念迷就是六道轮回，就是无尽的痛苦；一念悟就是西方净土，就是永恒的快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活在当下，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喜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心地听完这么长的内容。可能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可能有点颠覆认知，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只要你能够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哪怕只是一点点，你都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今天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把你的故事、你的感悟写下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会尽量回复每一条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一个赞，点个热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真相，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您愿意支持我的弘法事业，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随喜布施，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最后，祝愿所有的同修都能放下过去的悔恨，放下未来的焦虑，活在当下，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脱。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